女子比赛的高边腿，高边上头。究竟是什么原因，惹得一向性格谦和的张伟丽不计后果也要在擂台之上用出全力，一脚高边腿竟直接踢断外国选手的脖颈，对手紧闭双眼躺尸擂台，即使现场队医插上氧气极力救治，外国选手始终紧闭双眼，最终只能遗憾告别赛场。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外国选手此前太嚣张。在一次与中国姑娘的比赛中，本来中国姑娘已经拍手示意认输，但此人却不以为然，不顾一切也要掰断中国姑娘一只手臂，最终导致中国姑娘无法痊愈，只能遗憾早早的告别职业生涯。外国选手如此不尊重对手的行为，无疑是刺痛着无数国人的心。而另一场比赛，虽然在比赛中外国选手没能找到出手的机会，但是与他对战的这位中国姑娘依然逃不过外国选手的辣手摧花，红肿的双眼已经看不清前面的视线。而看到这一幕的台下母亲担心的已经泪流不止。然而外国选手不仅没有表示歉意，反而拿起话筒指明要挑战张伟丽。张伟丽，你看到了吗？这就是你们中国人和我打的下场。如果你敢接下我的挑战，我敢保证你只会比这更惨。我会像吃掉一个糖果一样轻松吃掉你。面对外国选手此前的种种行为以及当众大言不惭的言论，张伟丽亦毫不犹豫接下他的挑战，势必要在擂台之上用实力为中国姑娘讨个说法。那么接下来就直接进入比赛，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张伟丽在擂台之上的精彩表现。比赛随之开始，场上身穿粉色比赛服的蓝方选手就是来自法国的女拳王莉莉娅·卡扎克。此人在法国拳坛也是出了名的下手不留情，每一个与他对战的对手无一例外都被他打得人仰马翻，甚至在夺得法国拳坛女子冠军之后，一些外国媒体直接称他的实力能够像法国足球一样代表法国拳坛走向世界。要我说，遇上张伟丽，他算是倒了8辈子霉了。本来还有机会摸到世界拳坛的门槛，而来到中国拳坛之后却要叫嚣张伟丽，这还真是以为我们还是那个可以任由你们联手欺负的年代。我估计如果他当时要是知道如今的张伟丽可是能够连续蝉联世界冠军的拳手，恐怕他肠子都悔青了吧。而今天他面对的对手则是我们都认识的巾帼英雄张伟丽。关于张伟丽，想必经常观看他比赛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伟丽不仅是世界冠军，同时在遇到外国选手时也是丝毫不留手。如果再遇上日韩选手，不是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就是被打得头破血流。那2场比赛看过的朋友都说好，不了解张伟丽的朋友也没关系。看完伟丽的这场比赛之后，我相信你一定会被张伟丽的魅力所吸引。这张伟丽的手臂啊，现在是被对方控制住了，偷出来一只手。在这个空间下，其实下位选手可以布置手臂十字箍的。对。自从进入地面之后，莉莉娅的双脚始终牢牢地锁着张伟丽。我相信她估计也是研究了张伟丽此前的所有比赛，清楚地知道一旦让伟丽拿到优势之后，自己将面临着什么样的后果。此刻莉莉娅的内心还是极度恐惧张伟丽的肘击，毕竟她可不是咱们中国的选手，伟丽才不会像与小南的比赛那般留手。是做的比较严，双方这个蓝方选手搭扣搭比较严。我们看到张伟丽已经把右腿再往里挤进来，想做一个过后，强力的就这么过了腿。随后伟丽也是破开莉莉娅的防守，来到最为有利的7成位。虽然伟丽现在的位置优势已经建立，但是处在下方位的莉莉娅却始终坚持着拼命反抗，不给张伟丽有任何砸击的机会。而此时的伟丽也是深知这一点，没有在第一时间强行进行砸击，而是根据对手的调整再做出控制，这样就能够确保对手的消耗始终比自己多。待对手体力消耗殆尽之时，伟丽便能够轻易的一招制胜。手做配合打击。我觉得手进不进去？对，我觉得进去有吗？没有拿到，手的位置不够好，还是没有进去，还没有进去。因为张伟丽的一只手在被蓝方给控制着。是。我觉得蓝方也很聪明，因为他在正面的时候，在下位的时候，他感知到张伟丽的地面砸击很重啊，张伟丽还是要布置裸脚。对。但是呢，对方的防守不错，一直在控制他的手。这个是当对手呢想做一个转身的时候，张伟丽利用这个劲儿，借着这个劲儿又做了一个翻转，支住对方一只手臂做砸击。这是逃脱。明显的力量。此时地上的外国选手就犹如困在笼子内的鲶鱼一般，在伟丽的控制之中滚来滚去。经过一番的挣扎，伟丽也是顺利将外国选手翻了个4脚朝天。虽然外国选手支撑起来的腿对他来说还是具有一定的帮助，但是伟丽也不会放过这个绝佳的机会。随后伟丽的脚也是成功搭上口，而接下来只要手上再拿到裸脚把握，伟丽便能一举终结对手。那伟丽能否成功呢？由于2人太过于靠近笼边，时刻都有掉下去的风险，裁判也不得不在这时分开2人。
让两人回到擂台的中央，恢复此前的姿势，再继续进行对战。然而经过这样的调整，对于韦力来说，刚才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优势也必将会大打折扣。韦力也是只好左右抡拳砸击。莉莉娅一直在试图控制张伟丽的手臂，这样的话张伟丽就不太好做动作。是，还会做出反击，反方向的一个砸击。有了吗？话音没有进去了，这是。哦，这个手已经进去了。看莉莉娅还在做这种掰张伟丽的手，在减轻啊！哦，这个防守也确实是百折不挠。哎，哇，在张伟丽腿搭着扣的同时，他居然转了一个身呐！在张伟丽即将赢下比赛时，意外还是出现了。本该终结外国选手的裸脚，却在此时被对手给打断。同时，外国选手也是成功摆脱了伟丽的控制。好在有惊无险，第一回合的比赛也随之结束。然而看到这一幕的台下观众却并不买账，认为接下来的一个回合，张伟丽也会像此前的中国姑娘一样输掉比赛。一气之下，便有观众开始对着台上的伟丽进行言语的谩骂。但令场下观众没有想到的是，不断的言语嘲讽不仅没有击溃张伟丽的内心，反而激起了伟丽势必要用实力证明自己的决心。紧接着比赛来到第二回合，张伟丽能否如愿一举击败外国选手呢？让我们接着往下看。由于外国选手在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前成功完成了逆转，顺利建立士气，导致比赛一开始外国选手便强势压境。然而张伟丽也是抓住机会，上一回合的招式再次复刻，再一次将外国选手给带入地面。就是不知道这一次机会是否还眷恋着外国选手。外国选手也是一如既往复刻起了上一回合的招式，用脚牢牢锁住张伟丽的腰。由于地面纠缠时间太长，我们直接跳到精彩的关键时刻。张伟丽没法发力，你看，肘击，肘击啊！就是海哥，我再问一下，就是处于这种位置的时候，一方在下位，一方在上位的时候，上位的时候，我看到很多选手首先这个好，已经开口了，有吗？但是很明显，这很明显打中脸掌了，已经鼓起一个包了。是，这力量太足了，把一个已经做成一半的这个锁技已经给砸开了。对，我想看完刚才我们伟丽的砸击，屏幕前的很多朋友心里也是跟着我们伟丽在使劲。毕竟伟丽的每一场比赛给观众带来的视觉感受实在是太震撼，太能打。随着第二回合比赛的不断进行，伟丽也是不再有所保留，地面的缠斗也是明显与第一回合不一样。如果说第一回合只是为了控制和消耗外国选手的体力，那么这一回合的比赛，地面的伟丽则是犹如一头猛虎一般，在撕咬着他的猎物。没有搭上，没有搭上。莉莉娅的转换已经也很快了。这个下位这个选手转换非常快。在力量上肯定是比张伟丽稍微可能要差一点，因为一直在他在做这种转换的锁技的时候，张伟丽总是在第一时间能给他破开去。由于又让地上的外国选手又找到机会锁住伟丽，两人在地面的僵持也是让裁判不得不介入比赛，让两人回到站立继续完成剩下的比赛。然而让外国选手没想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会让他躺尸擂台。好，裁判让他们重新从站立开始。这个战斗种族的这种称谓啊，真是名不虚传啊。他站立上这种大范围的这种抡拳，也有几下确实砸到张伟丽的头上。两个人的体力啊，经过这个长时间的地面搏斗啊，体力在这时候看得出来已经确实削弱了很多。对，其实看过很多女子比赛的。高面头，终结来的实在太突然也太快，伟丽突然的一脚猝不及防，直接惊呆全场质疑他的观众。谁又能想到刚才还被低估的选手，在第二回合竟能爆发出如此实力？随后镜头也是给到躺在地上的外国选手，此时队医已经入场，躺在地上的外国选手毫无回应，额头上鼓起的大包更是和乔安娜有些相似。随后队医也是急忙给莉莉娅插上氧气。看完伟丽的整场比赛，如果你是场边的打分裁判，你会给伟丽的精彩表现打几分？如果你也正好喜欢伟丽，不要错过下期接着观看伟丽的精彩视频。